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俄军将进入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保护该地区的平民。随后，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并已动员所有军事力量和特种部队保卫乌克兰。俄军闪电出击，乌克兰局势变化迅速。目前，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宣布，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的军事基础设施已瘫痪，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防空力量已被完全压制。有消息称，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基辅地区。当天清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授权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占领乌克兰的计划，俄方致力于缓解乌克兰局势。鉴于北约的不断东扩，俄罗斯的安全环境不断恶化，俄罗斯不得已做出这个决定。普京还敦促乌克兰军人即刻放下武器回家。Призываю вас немедленно сложить оружие и идти домой. Поясню. Все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е украинской армии, которые выполнят это требование, смогут беспрепятственно покинуть зону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своим семьям. Кто бы ни пытался помешать нам, а тем более создать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ответ России будет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ым и приведет вас к таки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с которыми вы в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и еще никогда не сталкивались. Мы готовы к люб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событий.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边防军没有对俄罗斯部队进行抵抗。俄罗斯武装部队并未袭击乌克兰城市，而是以高精度手段摧毁军事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大批乌军士兵放下武器并丢弃阵地，俄军不会对放下武器的阵地进行攻击。根据目前的报道，此次俄罗斯打击的目标集中在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以及尼古拉耶夫附近的3个机场，其目的是要彻底铲除乌克兰的空中力量。俄罗斯所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包括伊斯坎德尔导弹以及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有大量机载精确打击弹药，比如激光制导炸弹、电势制导的防区外导弹。这些精确打击武器的使用可以大大提高作战效率，减少负载损伤。除了空中打击，俄罗斯地面部队也开始出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和内务部周四表示，包括装甲车在内的俄罗斯军事装备已越过国境线，进入切尔尼戈夫州、苏梅州、卢甘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普京在此前的讲话中表示，俄罗斯的计划不包括占领乌克兰，但莫斯科将寻求实现乌克兰非军事化。有分析认为，乌克兰非军事化从战术层面解释是让对手丧失军事能力，尽量减少平民伤亡。我认为这次出兵呢，其实更多主要是还是达成一个政治目的。这个政治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换掉这个泽连斯基政权，然后扶持一个对俄中立的或者是亲俄的政权。它归根结底还是实现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政权更迭。在乌克兰方面，总统泽连斯基周四表示，乌克兰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并宣布与俄罗斯断交。目前，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进入紧急状态运行，以动员所有军事力量和特种部队。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表示，乌克兰正进入全面防御状态，任何有意愿加入的人都可以获得武器，并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共同抵御。泽连斯基下令沉重打击俄罗斯军队。乌克兰没有太好的从军事上还击的手段，就是从乌军的，无论是从他的战前准备，他本身的军事实力，然后包括从他的士气上来看呢，实际上这个都是无法这个做出有组织的非常有效的实质性的抵抗。目前，俄乌双方都出现谈判声音。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贾巴罗夫周四表示，乌克兰问题的解决迟早要回到谈判桌前，但需要为此创造条件。联合国安理会连续举行紧急会议，审议乌克兰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俄罗斯将军队撤回。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都要保持克制。中方相信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大门没有完全关上，中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高度注意安全，不要恐慌。在乌中国公民可在车身明显处贴国旗。针对俄乌局势，联合国安理会周3晚召开3天来第2场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一开始激动地向普京直接喊话 ：“Stop your troops from an offensive to Ukraine. Give peace a chance, because too many people have already died.”
安理会这次会议开始后不到30分钟，普京于当地时间周4早晨6点在莫斯科宣布，决定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当天的联合国大会也召开了俄乌危机的首场会议。张军在会上表示，中方呼吁通过和平方式寻求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中方呼吁各方认识到落实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继续开展对话协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和平方式寻求解决彼此关切的合理方案。中国驻乌克兰使馆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使馆提醒，如出现危险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一切以确保人身安全为首要，并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强力部门。如开车在外，可在车身明显处贴上中国国旗，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注意当地发布的安全提示，不要前往局势不稳定地区。华春莹在周4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也特别提醒在乌中国公民企业注意保护人身安全。如果要遇到问题的话呢，使馆会予以全力的帮助。华春莹再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失控。我们希望有关的方面，他们能够心平气和，保持克制、冷静和理智，致力于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当前的事态，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失控。华春莹重申了中方立场，他指出，安全应该是共同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尊重和解决。我们希望各方仍然不要把和平大门给关上，还是要继续致力于对话和协商谈判，能够努力尽快缓解事态，不要使局势进一步升级。对于美方暗示俄罗斯有中国背后支持才行动的论调，华春莹强调，俄罗斯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俄方完全基于自身的判断和国家利益，独立自主制定并且实施自己的外交和战略。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同美方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制造对抗和分裂，有着根本和质的不同。对于那种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和拼凑所谓的同盟和小圈子的做法，中方不感兴趣，也无意效仿。对于有记者问中方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华春莹正面回应道，在这种问题上，中国的做法和美国有质的不同。当我们看到有冲突风险的时候，我们不会主动去向对方提供武器，我们不会向美方给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事设施设备那样去，我们没有。我想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有实力的大国，也不需要中方或者其他国家给他提供。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中方对于俄乌局势的态度仍然是外媒关注的焦点。整场发布会长达1个小时，面对外媒记者的持续追问，中方是否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为是入侵？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再次强调，基于事实才能有全面的判断。那么我也注意到，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提醒各国要保持克制4个字被发言人多次提及。中国并不是当事方，解铃还需系铃人。针对俄罗斯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先后宣布对俄实施制裁措施。在周2的第1轮制裁旨在切断俄罗斯与西方金融联系后，美国周3继续祭出新制裁，正式瞄准俄罗斯极为重视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施压，俄外交部则发出强硬表态，称将做出强力回应。当地时间周3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拜登连发3条推特透露了通话内容。拜登说，泽连斯基打电话给他，他在通话中谴责了俄罗斯军队的无端袭击，并简要介绍了乌克兰方面为唤起国际谴责而采取的步骤。拜登说，泽连斯基请求他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明确反对普京的公然侵略，并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拜登透露，周4将与7国集团领导人会面，讨论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还称将继续向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提供支持和帮助。拜登已指示美国政府对北溪2号运营公司及其高管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制裁北溪2号项目只是美方对俄罗斯回应的开始。So by acting together with the Germans, we have ensured that this is an $11 billion prize investment that is now a hunk of steel
sitt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西方对俄罗斯最有效的制裁办法就是直接切断油气供应，但此举必然导致油气价格继续飙升，给欧洲消费者带来更多痛苦，显然也是欧洲领导人难以接受的结果。俄外交部周三发表声明警告说，将以强有力、不一定对等，但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对制裁做出回应。对于美方来说，会是精准和感受得到的回应。他所谓的这个不一定对等的制裁，可能是指对美方核心官员的一些制裁方面，也有可能是在军事上进一步的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么，但是呢，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的欧盟国家啊，都十分依赖这个俄罗斯的油气和大宗商品。那么，如果美方进一步的施压，那么俄罗斯可能会选择完全切断对欧洲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原材料的这个能源供给，包括要求购买俄方天然气的国家不能使用美元交易。那么，这个将会对美国以及西方的整个的金融体系造成不小的打击。美国盟友纷纷跟进制裁俄罗斯。欧盟周三晚间公布，对投票支持承认乌东两个地区独立的351名俄国家杜马议员及27名在破坏乌克兰领土主权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入境欧盟，并冻结其在欧盟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财产。这些人几乎囊括俄方除了总统普京、总理米舒斯金和外长拉夫罗夫之外的军政高层，包括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副总理胡斯努林、副总理格里戈连科、陆军总司令萨柳科夫、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空天军总司令苏罗维金等高级官员。英国继周二制裁俄罗斯5家银行及3名寡头企业家之后，首相约翰逊周三在例行议会下院首相答问中宣布，英国将很快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一揽子军事支持，包括防御性武器和非致命性援助。乌克兰外长周四强烈呼吁欧美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结算系统。据测算，占俄罗斯财政收入约40%的油气出口将受影响，被称为金融制裁的核武器。对此，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回应称，将俄罗斯剔除出 SWIFT 系统暂未列入美国的制裁措施清单。有俄罗斯媒体指出，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金融业在美国的制裁下就开启了去美元化的进程，具有了一定的承压能力。但将俄罗斯剔除出 SWIFT 系统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痛苦将是长远的。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的时候，其实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都曾考虑过动用 SWIFT 的这个制裁工具。那么俄罗斯当时也是表示如果它被制裁、被逐出这个金融交易系统，将视之为对俄的一个正式的宣战。那么考虑到欧洲盟友对俄罗斯极高的这个能源依赖只要俄罗斯的这个行为仍在美国的这个预判和接受范围内，并且呢，在双方之间仍有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建立对话，那么美国未必会采取这个极端的制裁措施。在一些外媒看来，西方国家此次实施制裁的力度其实并不像此前预期一样激烈。美国彭博社周三指出，美国及其盟友没有用一揽子制裁措施全面打击俄罗斯顶级银行，也没有切断俄罗斯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更没有针对俄总统普京本人。第一轮相对温和的制裁只是让市场耸了耸肩。英国经济学人分析称，西方国家现在面对的困难是如何调整应对措施。西方显然希望向俄罗斯展示自己的决心，维持西方国家间的团结，对所谓全面入侵保持威慑，同时又为寻求外交解决留下适当的空间。拜登在早前的讲话中也承认，如果继续扩大制裁，美国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需要承认，捍卫自由也会给美国带来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要想真正打击俄罗斯的痛处，必然会损害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是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欧盟1/3的天然气供应都要依赖俄罗斯。俄罗斯采取的军事行动震动全球市场行情，布伦特原油价格飙涨4美元每桶，是8年来首次突破100美元每桶，目前价格已经超过102美元每桶。目前欧洲现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约为每千立方米900美元。对此，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嘲讽称：“欢迎来到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里，欧洲人很快就要为每立方千米天然气支付2000欧元。”美国《华尔街日报》警告，在本轮乌克兰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就已经饱受供应链困境和通货膨胀影响。虽然俄乌在全球经济产出中占比不高，但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直接冲击欧洲经济。在周三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法新社记者问中方是否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就超过了100多次。
美方的制裁解决问题了吗？世界因为美方的制裁变得更好了吗？乌克兰的问题会由于美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而自然而然得到解决吗？欧洲的安全会由于美方对俄制裁而变得更有保障吗？我们希望呢，有关方面能够认真的思考。我想还是应该努力的去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华春莹表示，美国等一些国家的非法单边制裁已经给相关国家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困难。美方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时，不得损害中方和其他方面正当权益。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为什么普京会在刚刚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被称为顿巴斯的2个地区独立不久，就授权俄军在顿巴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呢？这也的确是出乎了我的预料之外。此前我曾经判断，普京的第一战略目标应该就是拿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2个州，先让他们独立，能够再逐步将他们收入囊中。在完成第一个战略目标之后，普京至少会暂时性的见好就收。而在事实上，我认为在拿下这2个州之后，普京也已经没有进一步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打击的必要性。因为第一，在普京宣布承认这2个州独立建国，甚至是宣布派军队进入这2个州维和之后，乌方虽然嘴巴上不服，但在心里面已经接受和放弃了。这主要体现在乌方不仅并没有派军队去收复这2个州，甚至乌克兰总统还主动示弱，表明乌方不希望与俄方发生任何类型的战争，甚至还主动打电话向普京求和，但普京没有接他电话。同时，乌方在决定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还刻意把这2个州排除在外了。第二，由于北约早已明文规定，加入北约的国家必须既没有发生内乱，也没有跟其他国家存在领土主权纠纷，而普京非私进入这2个州，这说明乌克兰是存在着内乱与领土主权纠纷的。这实际上就已经彻底堵死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普京承认这2个州独立并且非私进驻，其作用是一石二鸟的，既分裂了乌克兰，又在事实上阻止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在这2种情况下，普京已经没有进攻乌克兰的必要性，更没有这样的迫切性了。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俄乌局势最危险的时候已经暂告一段落的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却发生了。那您觉得普京这次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我注意到，此前外界一直认为，普京的2大战略目标，一是为了得到乌东部的2个州，二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现在，在已经得到了乌东部2个州，并且事实上已经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后，普京仍然决定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那也就说明早前外界的预判是不准确的。那么普京的真正目的何在呢？其实在今天的讲话中，普京已经亮明了自己的真正底牌。他说，占领乌克兰不在俄罗斯的计划之内，他寻求的是一个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乌克兰。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普京的真正目的，一是要全面解除乌克兰政府军的武装，让乌克兰从此变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军备的中立地区。第二，所谓的让乌克兰去纳粹化，其实指的就是要清除乌克兰境内的极端亲西方与反俄力量，尤其是清除这些政客。不过我认为，普京要彻底完成这2大目标，不完全占领乌克兰是不太可能办得到的。在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之后，拜登将会见7国集团领导人，并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宣布进一步的对俄制裁措施。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认为今天这场俄乌战争的全面爆发，实际上不仅意味着北约东扩的战略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而且意味着法国与德国早前的外交斡旋已经彻底失败。
同时，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与围堵战略也已经失败了。事实上，俄罗斯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常规军事力量，都远远不是美国与北约的对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却敢于对背靠站着美国与北约的乌克兰发动进攻。归根到底，就在于俄罗斯具备战略气魄与胆量，而美国与北约却没有。美国甚至连惯常使用的模糊战略都不敢用了，一开始就表明，即使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美国也不会军事介入。不仅在军事战争上，美国及其盟友没有胆量，甚至是在他们最强项、最拿手的经济战上也没有。在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及其盟友拿出的是一些对于俄罗斯来说不痛不痒的制裁措施，甚至是普京宣布承认乌东地区2个州独立之后，这些制裁措施也是伤不了俄罗斯筋骨的。当然，这背后也有2个原因：一是制裁的分寸不太好拿捏，出手太重了，担心会刺激俄罗斯进一步破罐子破摔；出手太轻了，又起不到阻吓作用。二是美国与欧盟内部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而俄罗斯显然正是看穿了美欧的优柔寡断与患得患失，尤其是看穿了这些制裁措施不可能持久，才果断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国防部周4举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就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南海以及台湾问题等答记者问。谭克飞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秀肌肉秀多了，难免要肌肉拉伤。直播港澳台稍后继续。欢迎回来。周4，国防部举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就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南海以及台湾问题等答记者问。谭克飞表示，美国想凭借一己之私、一己之力强行塑造和改变亚太地区，蛮横而无知，秀肌肉秀多了，难免要肌肉拉伤。南海不是个别国家好勇斗狠的狂野西部。针对美方近日发布的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谭克飞表示，这份报告以渲染他国威胁为借口，以建立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小集团为手段，却同时声称以推进地区自由开放、繁荣安全为目标，逻辑混乱，道理不通。想凭借一己之私、一己之力，强行塑造和改变亚太地区，本身是一种蛮横而无知的想法。而对于1月下旬美海军 F-35C 战机坠海一事，谭克飞表示，去年以来，美军在南海地区海下撞潜艇、海上吊飞机这一系列事件，说明美方不仅没有成为航行和飞越自由的维护者，反而成了麻烦制造者和事故制造者。秀肌肉秀多了，难免要肌肉拉伤。我们认为，南海理应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而不是个别国家好勇斗狠的狂野西部。不过，澳大利亚仍在追随美国，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澳大利亚防长达顿2月7号表示，中方的军事化行为会使澳大利亚失去下一个10年，澳大利亚必须在南海抗衡中国。对此，谭克飞驳斥称，中方在自家领土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防御性力量，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如果一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官员执迷于对立对抗，刻意在南海制造喧哗与骚动，这个国家将要失去的恐怕不止下一个10年，还将失去国际信誉以及与地区国家的合作机遇。在台湾及南海问题上，紧跟美国，日本也有企图插手的迹象。日美制定的新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草案就被认为有应对所谓台湾突发事态的用意。我们无惧风雨，严阵以待，将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台独挑衅一日不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就一刻不能停，也不会停。在香港特区政府积极应对的同时，来自中央的支持也是源源不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主持召开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5次协调会，听取专班的工作汇报。多项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抗击疫情的具体措施也快速推进。中央援建的4处方舱医院开工，2批内地医疗防疫专家也深入医疗一线，与香港医生交流重症病人救治经验。
周三，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主持召开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5次协调会，听取了专班近期工作汇报。会议认为，专班各工作组在短短1周时间，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在组织专家、指导防控、建设隔离设施、保障医疗和生活物资供应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为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周二晚间，内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专班还与特区政府抗疫专班举行视频会议，研究加快推进中央援助香港援建方舱医院和应急医院工作，协调解决问题。目前已经有2批内地医疗防疫专家在香港展开工作，团队持续开展针对重症救治等方面的防控工作，与香港医院进行交流。周三上午，4名内地支援香港抗疫的重症医学专家到访了香港东区尤德夫人纳打素医院，与医院重症治疗医生讨论和交流新冠肺炎重症案例。内地專家分享了對重症患者的救治經驗。我對佢哋團隊嘅意見覺得非常之正面啊，因為我覺得有團隊落嚟嘅時候咧，可以俾我哋一啲信心，咁所以可能真係需要中央嗰方面嘅支持，或者提供一啲物資上嘅協助。咁有透過啲咁物資上協助嘅時候，亦都理解埋佢哋應該可以點樣可以減低啲重症嘅話，我覺得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咯。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内地对香港的援助要在尊重香港法律的基础上，根据香港实际需要提供及时帮助。他还认为，香港与内地体制不同，不需要复制内地的做法，而是要结合香港实际情况与时俱进。首先要尊重香港的法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如何这个借鉴内地的抗疫的一些个经验，有些个有效的做法，例如像这个大筛。例如像严格的隔离，例如像普遍的服用中药，例如组建重症医疗队，专门这个分类救治，像这些个经验都是值得可取的。我觉得倒不一定要求复制，因为内地现在很多经验呢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内地的经验一定跟香港的实际去结合。周三，20辆装载124套活动房屋的货车陆续抵达了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在海关高效监管下快速通关，火速驰援香港抗疫。该批货物将被用作香港疫情防控方舱医院建设。据了解，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充分发挥大桥口岸24小时通关优势，设置工作专班，开辟绿色通道和24小时服务热线，全力保障抗疫物资安全高效通关。与此同时，中央援建香港的4处方舱医院周二分别在香港青衣、前新田购物城、元朗潭尾和孔水桥开工建设。画面中正在建设的青衣方舱医院占地约6万平方米，可安排约3000个隔离单位，将于1周左右率先交付使用。我们现在正在从全国各地调配各种物资，有序地组织相关材料的生产和备货，统筹调度各种各样的优势资源，来对项目的建设提供支撑保障。此次建设的4处方舱医院均为临时性隔离中心，全部投入使用后，预计将为香港提供14000至17000个隔离单位。香港疫情仍未见顶，抗疫压力依然很大。随着内地支援措施的逐步落地，香港的物资供应逐步恢复正常。当地市面的情况如何？香港市民最关心的又是什么？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在深圳卫视香港演播室的驻港记者罗代娇。代娇您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美西你好，今天香港的疫情形势依旧是非常严峻，新增数字呢令人非常触目惊心。那我还想补充，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医管局公布了周1和周2的滞后数字，称有17名患者离世，都是68到93岁的老人家。香港至今呢累计有460名患者在公立医院去世。另外呢，昨天全天收到的呈报确诊个案超过17000宗。医管局透露呢，昨晚有33名留院病人病情危重，49人情况严重。那第5波疫情以来呢，香港已经出现了11个月大的婴儿、3、4岁的小孩确诊新冠后离世的情况，因此香港的家长们都非常担心，最近呢都开始纷纷带小孩去接种新冠疫苗。此外呢，今天是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疫苗通行证正式实施的第1天。那按照规定呢，12岁或以上市民需扫描安心出行2维码，显示已经接种了至少1剂新冠疫苗，才可以进入商场、
街市、超市、餐厅以及政府、学校、图书馆等处所。据我了解，现在商场和街市等场所呢，基本上没有主动检查入场顾客的二维码，但是执法人员会对场内市民进行随机抽查。不少商场和超市呢，已经提早在门外多处张贴二维码。很多商场呢，在不同出入口都放上了多个二维码一字排开。那有市民就建议把这些二维码的距离拉开一点，以免人群聚集在这里。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也有限，所以呢，今天我们香港演播室也请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冯伟光先生和我们一起在线。冯先生，您對香港疫情最新形勢有怎樣的觀察呢？今日嘅明報咧就報導咗咧，明愛醫院咧有3名長者咧係年齡83至89歲，2男1女喺等候入呢一個入院嘅時候咧就已經逝世啦。大家都應該知道咧，喺2月中開始咧，我哋好幾個醫院，特別係明愛醫院咧個急症室門口咧，好多長者細路咧都喺帳篷裏邊咧，喺寒風中，喺呢一個細雨中咧係度過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急症室已經係全面爆棚，冇辦法接收到咁多病人。除咗有人喺等候3位長者死去之外咧，明愛醫院嘅負壓病房咧，亦都不勝負荷。所以咧，而家佢哋出現咧，只係用一啲膠簾啊，再加一啲空氣淨化機咧，咁劃出啲地方咧，就當做負壓嘅病房。連醫院管理局即係明愛醫院嘅頂頭上司，佢負責管理香港所有公立醫院嘅發言人咧，都只能夠講咧，唔可以攞以前嘅負壓病房作比較。呢亦都反映到咧，香港而家咧係極度缺乏設施同埋醫護人手。呢方面咧，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嘅同胞們咧，幫我哋咧係好重要。所以今日咧呢一個亦都宣布咗咧，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咧透過緊急法，就讓呢一個政務司司長就豁免所有嘅醫護物資唔需要登記咧，都可以喺香港咧係提供服務。咁咧就緩解咧我哋嗰個人手不足。好的，謝謝馮先生的觀察。美西你好，以上就是香港演播室的報道，將時間交還給你。好的，也謝謝大家從香港發回的報道，注意防護。為支援香港抗疫，中央牽頭成立的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截至周三呢，已先後召開了4次調度會，超額完成了首批7類物資保供需求，並完成了第2批急需醫療物資的企業摸底工作。目前，廣東新開通多條供港物資運輸通道，包括深圳的3條供港運輸通道，以及清遠港、香港防疫物資水上快運專線等等。不少內地企事業單位也慷慨解囊，援助物資通過專線高效快速送到香港，保障供港生活物資供應鏈穩定。周4的深圳招商孖灣碼頭，工作人員正在積極備貨、競閘裝船。自周1起，深圳全面開通3條供港物資水陸運輸快速通道，切實保障深港跨境貨物運輸供應鏈穩定。從招商孖灣碼頭這裡出發，最快2小時左右可到達香港屯門內河碼頭，是3條海上快線中最快的一條。除生鮮菜品外，孖灣港這裡主要運送香港居民在跨境電商上採購的毛衣、睡褲、牙刷、拖鞋等生活日用物資。近日，深港兩地均低溫多雨，裝載防寒保暖物資的貨船星夜兼程送到香港後，隔天便可陸續派送至香港同胞家中。據悉，自從周1以來，深圳孖灣港每日運送2班供港貨船，總計423個標箱，共2549噸，相當於220輛陸路運輸卡車數。除了海運，深港之間的陸運通道也高效運轉，確保供港物資運輸暢通。我這裡是深圳灣口岸的貨運出境通道，也是深港陸路供港抗疫物資運輸的主通道。現在已經是凌晨1點多了，但在現場呢，依舊可以看到有車輛出境。周4凌晨，在對2批共43萬人份新冠抗原檢測試劑盒進行品名、數量等信息的查驗後，海關人員執行口岸快速通關手續，所有貨品迅速運往香港。目前，從深圳灣口岸每天有1000多部貨車出境。目前的話，我們一共有16條通道，
支持24小时通关。连日来，深圳海关严格执行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研究、第一时间解决的方针，建立物资快速通关机制，全天候24小时值守，精准对接原港物资信息，确保物资零滞留。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的物资需求清单，深圳企业也积极组织生产，全力满足香港防疫一线需求。香港发出的第2批急需医疗物资清单中，以外科口罩、手术手套、防护服等16类产品为主。接到通知后，深圳企业稳健医疗紧急调配300万只符合香港标准的 N95 口罩。截止到现在，有146万只医用 N95 已经到香港仓库，有66万只医用 N95 正在运输的过程中。明天最后一批88万只医用 N95 到香港。对于香港医管局紧急采购一批指压式血氧仪和心电监护仪的需求，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迅速组织优先生产。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将医护设备打包装箱，外包装上标记了优先等级，他们将即刻发往香港。我们公司现在对于香港这边的订单呢，也是非常的重视。供应链包括采购部也都是在加班加点，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来交付香港。香港第5波疫情牵动着全世界华人的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22号，深圳市统一战线各领域合计捐款1175.66万元人民币，6594.885万元港币，捐赠快速检测试剂约105.4万份，口罩711.9万个，莲花清瘟胶囊、抗感颗粒等药品12.4万盒，防疫中药包14.2万份，防疫福袋2.3万份，防护面罩1.1万个，防护服860套，气膜方舱3个，驰援一线义工2051人次。继广州、深圳等多地开通水上运输快速通道之后，周三下午17时，珠江船务清远港香港防疫物资水上快运专线正式首航，486.8万只防疫口罩、2.1万箱纸巾、41个40尺超高集装箱柜在清远港码头吊装完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香港新冠疫情10万火急，特区政府宣布以援引紧急法定新例刊宪，今日生效，确保中央援港防疫措施落地实施。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可以说香港战役呢压力山大，第5波的疫情已经录得近7万宗的确诊病例，每日新增呢在持续的刷新记录。那么更加让人揪心的是，香港学界普遍在判断第5波疫情它的至暗时刻呢很可能还没有到来。那么，香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刘宇龙昨天在港台接受访谈时呢，就声称说，基于对政府污水数据的建模评估，预计下月第1轮全民普检的这个阳性个案的比例，它的上下限呢分别是1%到5%。那么，香港目前的人口是750万，那这就意味着全民强检呢，预估最多可能会检出37万例阳性，数据呢可谓是相当惊人。所以承担主体责任的香港特区政府呢，责无旁贷，就是要全面、准确、高效地落实总书记3个一切、2个确保的重要指示，要展现非常智慧，拿出勇气担当，把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动员起来，将一切应采取、必采取的必要措施和办法呢要用起来。那么这才是特首林郑月娥他所说的 "the mentality for fighting a war"， 也就是所谓的战役思维。那么，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打的是现实世界的战事，那香港呢，同样也是在打仗，在打关乎生死的疫情仗。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主持第5次援港协调会，部署近期要加快推进方舱医院和应急医院建设，以工作实效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履行好主体责任。您对此如何看？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今天撰文用的是这个标题：勿辜负14亿人民亲临的期望。那我要说，14亿人民也在为香港战役、为香港特区政府履行主体责任提供最强有力的后援支持。这正是香港打赢第5波疫情这场艰苦巨战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信心与保证。那么，根据中通社的报道，夏宝龙此前呢已经连续4天在深圳主持召开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的协调会。那么加上最新召开的协调会，实际上呢，我们的援港专班机制早已进入到了战时的状态，就是在雷厉风行、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明确指示，
推进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全力支持，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周三夏宝龙在第5次协调会上特别强调，既要充满信心，又要更加扎实科学地做好援助工作。他要求呢，专班各参战单位必须要保持昂扬的斗志，以工作的实效来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履行好主体责任。放眼全世界，现在呢有这个底气喊出并且坚决地扛起这份战役主体责任的，恐怕也只有在中国。拜登颁了所谓公务员疫苗接种的行政强制令，但是呢，共和党把持的佛州政府说我们不执行。接下来呢，又有地方法官把行政令直接给否了。你说主体责任到底在谁呢？都说西方民主是所谓的政治问责制，但是呢，疫情应对决策一败涂地，有哪些个政党、哪些个官员被问责了呢？我们说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相信香港战役的战况与走向也必将续写伟大实践的新的篇章。那么置身战役主战场的香港，他们呢并不是在孤军作战，内地就是最可信赖也是最有实力的大后方。梁美芬呼吁香港有些人要放低思维枷锁，和国家队并肩作战。那么其实何止是国家队呢？还有以深圳为代表的各种的地方队。那么援兵可以说陆续有来，战力呢在持续的增强，上下同欲，全民一心。那么香港一定就会尽快的打赢这一场疫情阻击战。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